指望杨紫偿还4亿长相思的成功，将让簪行的重拍额外获得3000万。指望杨紫偿还4亿资本长相思的成功，让簪行季额外重拍3000万。网上盛传杨紫将在月底与剧组重拍簪行季，她还有半个月的空闲时间，主要是林更新还在拍玫瑰花的故事，等她个人的角色拍完就会过来，加入了演员阵容。这次林更新饰演刘亦菲的丈夫，两人因追求不同而离婚。这部剧共有3位男主角，分别是女主角的初恋情人、她的丈夫和白月光。她的戏很快就拍完了，剧方认为簪行季的4亿份都算在杨紫身上。如果不是杨紫的女主角戏，这部剧可能已经被埋没了。因为簪行季的热度和杨紫长相思的热度给了投资人信心，他们愿意追加3000万元用于补拍。目前已有多部网剧正在尝试重拍，其中倪妮的《夜行人》还在寻找小众重新拍摄。这部剧的投资也是相当大，但是却没有合适的人选。该网计划接触多位2线知名小众玩家，但尚未敲定。杨紫为了拍摄簪行季付出了很大的努力，花了整整8个月的时间，她甚至提前背下了台词。这部剧的女主角是一位来自唐朝的侦探，充满智慧和个性，和杨紫之前的角色类型有很大的不同。杨紫对这部剧寄予厚望，她希望通过这个角色转型，担当更成熟的角色。这部剧的素材是比较严肃的剧，有点像《错视录》，不是一个注重浪漫的古代傀儡。簪行季由人气 IP 林玉芬执导，还有2位顶级明星加盟，堪称当时网剧中最大的一块蛋糕，史无前例的古偶投资4亿元。投资方是企鹅、新力和凤凰，企鹅甚至承诺称霸暑期档，没想到这部剧还没诞生就诞生了。男主进去后立刻就被埋了，这意味着4亿的投资很快就打水漂了。现代电影大多花费40至5000万元，而古代电影则花费1亿多元。所需的布景、特效、服装更是昂贵，簪行季耗资4亿元，突然之间就发生了一场灾难。对于是否要重拍，投资方其实也很犹豫。指望杨紫偿还4亿资本长相思的成功，让簪行季额外重拍3000万。如果不重新拍这4亿，你1分钱都拿不回来。如果要重拍的话，就真的很麻烦了，至少还需要投资数千万。杨紫长相思的成功给投资者留下了很多吃的，我很放心。青簪行早前就吸引了很多投资，赞助商也很多。现在如果重拍后上线的话，价值4亿元。本来青簪行是女主角的侦探，这部剧删除了男主的原作场景，还原了原作。事实上，重拍的次数并不多。杨紫和其他角色的戏份不需要重拍，只有男女主角之间的戏份是重新拍摄的。拍照片可能用不了10天。杨紫将于12月加盟华策电视剧《倾国倾城》，目前剧组正在布景。这是一部女主的创业剧，背景是唐朝的商业圈。现在杨紫有了更多的时间，我会去很多的活动和综艺节目，也会抽出时间去重拍簪行季。该剧预计将于明年暑假期间播出，估计宣传发行还要多，追加的3000万，除了重新定位场景外，还要给林更新拍片，还有工作人员的工资。另外，后期还要支付大量的人工。之前网友发现的疑似日系款式，全都是经过 Photoshop 处理的，就像璀璨夺目中的汉服领结一样。星全屏处理。簪行之旅在网上的热度高得惊人，甚至被上热搜很多次。这些都不是节目发的，而是 TT 上列出来的，大大超过了节目的期待。制片人觉得还是有好处的。刻图，毕竟这部剧是林玉芬的作品，她之前的《花千骨》和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另外，杨紫被视为90后小花中的剧女王，追剧粉丝相当多。另外，这部剧的演员阵容也相当不错，剧组也准备将其销往海外。长相思的成功算是推动了簪行季的重拍。从人物魅力和剧情来看，簪行季其实是有爆款潜力的。女主角属于比较少见的类型，性格非常迷人，剧情中还有各种破案细节，很容易引起观众的兴趣，非常有趣，给观众一种参与感。案件环环相扣，人物性格扑朔迷离。
制片人觉得放弃很可惜，希望借助杨紫的流量，让这部剧重新焕发活力，让她大放异彩。02，杨紫再次出演《你好星期六》。从节目组给出的阵容来看，《莲花塔》败得并不冤。杨洋主演的《你是我的烟火》因剧情离谱而被众人嘲讽。肖战、任敏主演的《玉骨》表现平平，而由顶级明星迪丽热巴、龚俊力挺的《安乐传奇》起步高却功亏一篑。爆剧之剩下芙蓉楼和长相思了。众所周知，程毅和杨紫此前合作的《沉香如片》曾一度掀起收视狂潮，两人被称为沉香夫妇。但这次他们的新剧同时上线，并且在不同的频道竞争。前者搭档曾舜晞、肖顺尧环游世界，后者搭档邓伟、张万一、谭健次3位男主，开启一段虐恋情。荷花楼和长相思虽然题材完全不同，但都是暑期剧，比较在所难免。8月15日，程毅、杨紫主演的作品配乐陆续发布。《莲花塔》在豆瓣评分高达8.0，在整个电视剧领域都是非常不错的成绩。长相思得分7.6，虽然目前略有落后，但相信随着剧情的不断更新以及这部剧的高热度，后续收视率还有更大的提升空间。不得不说，单从收视率来看，白莲花的品质应该不逊于长相思，但从各大平台的热度来看，莲花塔并没有大热，而长相思则，如果你看一下两人在《你好星期六》亮相时的待遇差异，就能立刻明白为什么口碑更好的莲花屋输给了长相思。随着快乐大本营官方微信账号正式更名为湖南卫视综艺节目，意味着它已经正式成为过去式。你好周六取代了快本，其收视率和影响力也在稳步提升。尤其是暑期特别季开始后，除了玉骨之外，其他几部大剧都排着队上台宣传。长相思已连续放映2集，一部热播剧的片酬有多高，一目了然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你好星期六的档期很紧，荷花屋直到拍完才排档。另一方面，长相思剧组却能够连续录制2集。继长相思上映前夕上节目宣传后，杨紫、邓伟、谭健次、张万一、王弘毅5位主演再次亮相周六你好，看清了长相思的定位。被节目组他们点了，我才知道莲花塔并没有被冤枉。关注你好星期六的人应该都知道，长相思剧组第一次参与录制时，节目组就根据杨紫的女主角身份，为她打造了一整套节目，以游戏为主。长相思的剧情没有出现太多错误。此次杨紫再次出演《你好星期六》，长相思第1季已经结束，项目团队改变策略，并创建了联合规范他们的故事，基于长相思中人物之间的关系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对于长相思和《你好星期六》的这档联合特别节目，节目组将其命名为相思第6大道，并特意将长相思的名字放在了自己的前面，可见他已经对杨紫等人影响很大。重要程度，有了合适的时间、地点和人物，录制好的宣传节目就可以在合适的时间播出，但《莲花之家》直到播出后才预定播出，差距是显而易见的。显然，《荷花楼》从演员演技到剧情、后期制作都是一部非常不错的剧。没有取得长相思成绩的主要原因是宣发的失败。你怎么看待这件事？03，夏天流行的是口碑。肖战的《玉骨》已经播完了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讨厌？《玉骨》杀青已经10多天了，为什么肖战还在上 V 榜第1？你打算下来吗？肖战获得断层式冠军。肖战再次火爆破9。2023年，肖战在 V 榜停留66天，打破了9天，这是当年最长天数的记录，也是 V 榜最高、最长记录的保持者。玉骨播出时间最短，只有18、19天，但超过9天的天数却是最长的。近3年来，肖战突破9次，突破100次加登顶，突破900次，成为真正的第1选手。太耀眼的第1名被人羡慕，于是内部娱乐开始问，哪些艺人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？这个问题听起来很简单，金字塔顶端的人不是有点传奇吗？不过最特别的还是肖战。肖战凭借成名作品《陈情令》出道，随后又主演了电影《诛仙》。正当他本应收获奖金时，却遭遇了一场无理的灾难，被有组织、有预谋地袭击了1年，间接促成了他的2次爆发。
逆境归来后，他继续接拍多部作品，开启了自己的演艺生涯，并在无意间介入后意外获得了海外影响力。可以说，肖战是真正的人民选出来的。渡过难就一定能晋级，民主选举是当之无愧的、不可复制的成果，不是吗？他没有收获流量的红利，却承担了流量的全部罪责。是肖战顶住了风浪，稳定了自己，终于取得了成绩。梦中的海全体成员上桌，引起轩然大波。距离大结局已经过去几个月了，网友们还在开玩笑。方子去参加综艺节目《万王之王》，网友吐槽剧情、人物名字满屏。他们遗憾地失去了演员的真实姓名。他们都是角色，都是在平行世界里过着美好生活的人，而不是每天被拿来跟演员获得了多少粉丝和奖金进行比较。作为角色，他们总是出现在观众的餐桌上。暑假期间最热闹的恐怕就是旭君公司了。微博增加了多少粉丝 ，CP 有多好，数据有多爆炸，但投资效果却很一般。即便如此，我们也得硬着头皮继续喊，不然之前的钱不就白花了吗？剧情不火爆，流量来了，就算买了，也要营造爆款的感觉。据说只有保持沉默才能发财。玉谷以前谁关心过鹅厂的人气？他们中的一些人知道该网站有多受欢迎。古装剧《梦中的海》打破了23年来的记录，玉谷的推出再次打破了23年的发行记录。众人这才发现27000是多么的惊人。对于正常的安利来说，吸引真人才是最重要的。真实数据和假数据的区别不就在于是否是真人吗？回归本质，良好的观剧氛围和好作品的内容质量，比吹嘘粉丝圈的数据有用得多，不是吗？肖战网络暴力背后，谁赚了脏钱？他们对网络暴力并不陌生。谁都知道这件事的影响有多可怕，一个又一个死去，但这并不能阻止凶手追求名利。你是否高估了自己？实施网络暴力的人没有良心。谁都知道，保护自己的权益并不容易。他们用自己的键盘，根据自己认为的事实来评判别人，使人感到尴尬。评论就好像他们是敌人一样。弹幕里充斥着炸飞机，请谁黑他？我要他感染新冠，请人杀了我，筹钱买凶手杀小肖。肖战集资收买凶手杀死肖战。问候肖战的父母、祖先、已故亲人都受到了侮辱。从工作到生活，肖战都受到四面八方的攻击，让他的处境变得艰难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所谓的社会死亡其实只是网络暴力犯罪。虽然结果惨不忍睹，但维权之路依然十分艰难。以肖战为例，2020年很多人都听说过数字词语，长达1年的网络暴力事件在娱乐圈是史无前例的。该事件的一些最著名的领导人仍然活跃在网上。令人不解的是，这些人非但没有被封锁，反而显得居高临下，有了几十万粉丝的支持，成为热门话题，只要稍微抱怨一下，就能获得众筹，轻松获得共享福利。真是羡慕啊，他也要做副粉啊，这简直就是一条赚钱的捷径。部队有工资，有分享，有公众支持，有欺骗粉丝。从表面上看，这个工作还是很轻松的。每当他看到某人不高兴时，他就会把他或他拖到水里。他要做的就是制造谣言，制造战争，制造混乱，然后赚钱。黑人想方设法提高关注度，就等着网友的反应，等着这条微博火起来，钱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他们的口袋。如果它成为头条新闻，那将是一笔惊人的金额。这就是分享项目最精彩的地方，只要有观众，就有收入。然而，这一次却被那些网络霸凌者利用了。结果出来了。有点搞笑的是，一个在网络上暴力的人还能上热搜，你可以想象。而且这条微博已经排在热搜榜第3位。小新突然想起玉谷里的一句话：这个世界上没有道德，没有道德，没有道德。这有多讽刺？一句道歉，一句话，对方的名字就被抹掉，可见对方的诚意。仁义虚伪，何等悔改！2个人共用一个账号，这是怎样的人才？不得不说，这是一个有组织的犯罪集团。被多名艺人起诉还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看来这场网络暴力真的是蓄谋已久啊！
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这些网络暴力分子赚到的钱远远超过付出的代价。正是因为他们造谣的代价太低，才导致他们一次又一次作案。据业内人士透露，这段时间有狐的访问次数已经足够缴纳罚款了。你到底在害怕什么？眼看着肖战3年多的努力之换来了一句道歉，换做普通人，恐怕只能咽下这口气，默默忍受，直至死亡。先是刘学周，现在是关关，一个网络暴力犯罪分子，居然可以成为网络大 V， 为所欲为，这让小新很郁闷。